缓听，别紧张，小场面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没人发现我行不行？龙君，是我为你献身的时候了，趁人使我生机一棒。龙君，你可送我！好了，不怕。谁说我害怕了？我是想郎君，想的涕泪纵横。你对我的情谊可真是情深似海啊！我该如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呢？就凭咱俩这多年的主仆情谊，你要不谈谈钱？反正也不伤感情。跟你说笑呢，郎君。看你最近整日愁容，我逗逗你。不知道郎君出去这一趟可有收获？不知道算不算收获？你先回教坊吧，看好右教坊的人和事。不知道郎君所说的人和事，是哪些人，哪些事啊？檀溪他们，还有那只小狐狸。我输了。你急于肃清我这片黑子，却不知，反倒给了我可乘之机。有时候，急功未必可尽力。黑子之纷杂，早晚会成祸端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居然如此的艰难。朝野利益纠葛，远比你想象中的复杂。想要争取公正公义的代价，也远比你想象中的巨大。如今，你只是被贬去官职，尚有转圜余地，切不可再行冒进。可吾辈之怯懦，乃国之哀哉！不错，父辈本应该为尔等敌秦道路，开创清平盛世，死而后已。你以为宇伯伯只是明哲保身？然时不与我，不过白送性命。青年，你记住啊，有时候等待也是一种勇气。是，你教了我如此多的道理，但如今你又在做些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烫死我了！烫死我了！来人啊！来人呐！都还没用刑呢，你瞎叫唤什么呀？好烫啊！我屁股都快熟了，能不能让我换个地儿啊？当然不行了，这可是我新发明的酷刑，叫连坐，连着火盆坐。不管你嘴多硬，只要我探夹的够多，你的屁股它就挺不住。只要你说出是不是你设计年年陷我于不义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否则，别怪我心狠手辣，痛下杀手。这件事真跟我没有关系，天地日月可见，我真的是清白的。哎呀，你别夹柴了，真的好烫啊！别夹了，别夹了，真的跟我无关啊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他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看着了吗？一根胡萝卜，我们家与师节3下5除2就把它变成这样。你说要是想让一个人消失，那岂不是很容易啊？
我好歹也在教坊任职，你们杀了我是要担负罪责的。再说，我的身体可以处理，我头呢？头怎么办？头？你这个头，这个高度，给我当椅子正好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说还是不说？我的儿子我清楚，只要你一口咬定不知情，他绝不会真下狠手。你们在逼我，我也是不知道。若是你们还是不相信，就来吧。哎呀，想死也没那么容易。教坊是，说不说？我说，老君，快说！住手！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要再不来，你就酿成大祸了。赶紧送马！什么大祸呀哎？他设计年年，陷我于不义，马上就要招供了。你说，你刚才要说什么？我说二位真的别再逼我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别胡闹了！对不起，苏郎君，是我教子无方，今日多有得罪，改日必定登门之前，让他负荆请罪。负荆请罪就罢了，教坊使，我现在多有不便，先告辞了。你回来！郎君，郎君。星儿姑娘，啊，请你先行离开，我还有家事要处理。行，我们走。星儿，你给我站住！父亲，父亲，你放我出去！你这是囚禁！这是让你闭门思过。我有什么过？是他们不仁不义，让我成了害幼教坊的罪魁祸首。父亲，你放我出去！我得去救年年，还要自证清白。官场之事，波谲云诡，你是罪魁祸首还是替罪羔羊，怕是连你自己都说不清楚。此事不要再牵涉其中，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我们宇家，好好待着吧。父亲，父亲，找个人看好他，父亲此事尘埃落定前，绝不能放他出来。是。父亲，放我出去！哎，老爷，父亲，怎么了？小的在市集与那商贩接触时，好像看到了郎君身旁的那位叫心儿的姑娘，她似乎也认出我来了。你放我出去啊，父亲！若他真是变数，也不必手软。可是，她好像对郎君很重要，这么做的话，郎君会伤心的吧？妇人之仁，事已至此，已再无回头之路。若整件事被揭发，伤心的又岂是他一人？是。老爷，还有一事，魏哲似乎已经知晓，那2日教坊之间的争斗与老爷您有关，他会不会有所动作？万一要是告到御前的话，那我……既是这样，我就让他再无继续动作的机会。父亲，放我出去！父亲。这太常寺怎么突然被抓了？几日前，2位教坊副使当着外国使臣的面打架，让太常寺被圣人问责了。这太常寺心怀不满，自然容不下这人处处刁难。这其中一人不堪其辱，今早悬梁自尽了。
听说啊，那人怀里揣着遗书，每一句都指证是太常寺逼他自尽的。是太常寺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还有这样的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再跟我讲讲。走走走。卖牌牌嘞！卖牌牌！女副使的家属可都安排妥当了？老爷放心，已经着人送回老家了。他欠了那么大一笔银子，如今全部还清，还给妻小父母留了养老钱，也该安心上路了。没了魏哲，陆景年就如断翼之鹰，再也飞不上天了。你说魏哲被革职查办了？不知怎的，此事闹得人尽皆知。担心使臣认为我圣朝律法不严，圣人匆匆下旨，魏公未经审判就被赐了白身，关进了大牢。魏哲当日询问二人之际，我也在场，他绝无威逼之意，甚至已经默认不再追究。而且那个副使，也不是轻言生死的软弱之辈。为了扳倒我，他居然开始用别人的性命来跟我博弈了吗？陆郎君，徐公有请。还有你，丁队长。陆公，啊，不对，应该叫你陆郎君才对。没想到你有无官职在身，还有人死心塌地的为你卖命，是不是啊，丁队长？徐少卿怕是误会了吧？丁聪以前在我手底下辛劳一场，如今闲话几句，并无其他。并无其他。那要不要我把那位姓李的姑娘带回来，当堂对质啊？不知道陆郎君在任时，对于私纵刑犯与人见面，该当何罪啊？此事跟陆公无关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丁聪，好一个忠肝义胆！来人，是，把丁聪押下去，择日再办。是。走吧。徐寅，一切尚未水落石出，你就那么急不可待吗？陆景年，你现在自身难保，还想顾及他人？你使用违禁药材在先，不遵羁押刑法在后。我以暂代太常寺卿的身份，正式告知你，从今日起，免去你右教坊职务。右教坊的一切事宜，暂由左教坊副使苏宗臣主持。怎么，陆郎君有何疑义想要申诉，或者是想去找魏哲，在他面前告我一状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魏哲也已经沦为阶下囚了。
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迎接你啊！方才太常寺的人来通报过了，说已经结案，你被释放了。虽然时间匆忙，但是迎接郎君一定要有仪式感。郎君回来了，我们大家的心都安定了。是啊，没有连累郎君，真是太好了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看来诸位都已经知晓了，从今日起，由我掌管右教坊。你在此列队欢迎啊！我苏某不像景年兄一般爱出风头，以后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，能免则免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右教坊给你掌管？景年兄一向善于言辞，这件事还是由你自己说清楚比较好。没错，从今日起，右教坊的一切事宜都要听命于苏郎君。什么？苏兄，这是我右教坊登上元的演练草图和曲谱，念在你我昔日同窗一场，往事不提，阅人无罪。我右教坊就拜托你了。我必珍旨重之。说到拜托啊，我也是着实为难。我临危受命，掌管2个教坊，这实在是分身乏术。景年兄，不如我在右教坊给你找一个跑堂打扫的活计，你继续帮我照看右教坊，可好？苏宗臣，你够了！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李姑娘，误会啊！我对景年兄可是一片惺惺相惜之情，我怎么忍心看着他这么落魄？那我倒是真误会了你这番虚情假意呢。李姑娘，苏兄所言非虚。上元在即，他一个人要兼顾2个教坊，确实为难。所以你们也切记，切不可再生事端。放心，我们不会生事的，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和你这种人同处一室。郎君，我们与你共进退。哼，好一出情深意切、众志成城的大戏啊！不过，你们都是教坊之人，岂能说走就走，视律法为何物？我陆景年不需要你们跟我共进退，记住，你们身在教坊，应当心有朝露。乐曲无界，有很多东西比我陆景年重要的多。不悲不弃，静待长夜散尽。我跟你走。我不能让你再受伤。我方才跟大家说的话，你应该听见了吧？我不是他家。李姑娘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，才让陆某对你另眼相看吧？李姑娘只不过是技法无人能敌，能助我夺得上元魁首。现在我失去了参赛的资格，李姑娘对我还有何用？恐怕是带着你，反而耽误了我的去处。去处？去何处？
我下竹国乐团特邀乐人，这个去处，不知李姑娘觉得，可还配得上陆郎君？郡主恕罪，因为某一些人和事，耽误了去乐团跟大家见面的时间，还劳烦郡主亲自登门。无妨。是陆郎君的话，等多久都值得。我还以为这个陆景年啊有多高风亮节呢，前脚刚被罢免，这后脚就踏上了别国的船。李姑娘当日弃我于不顾，选择了他，如今能看出他的真面目也不晚。李姑娘若是日后可以诚心的为我，李姐姐，陆景年，陆景年，李姐姐。今日多谢郡主解围。既是解围，也是真心话。陆郎君技艺超绝，正是我乐团所缺人才。郡主盛情，恐难承受。既然圣朝不识珍宝，陆郎君又何必做沧海遗珠呢？乐曲魅力在乎于心。陆某既然已失前路，断不能再失国。况且我还有很多要事尚未完成。今日多谢郡主载我一程，他日必定相报。就此别过。陆郎君拒绝于我，是因为圣朝，还是因为李姑娘？你放不下圣朝，放不下李姑娘，但你可知，我同样放不下你。一直都以教坊为家，另一处的宅院也暴露了，没想到有一天会沦落至此。申金，你跟着我受苦了。对郎君你是受苦，对我可是享福了。郎君想啊，每日晨起，我要给你煮水盥洗、监察备膳。现在只要我一招手，小二马上就现身。没想到我生金也能过上有人服侍的幸福生活。你不知道吗？那是上等客栈才有的待遇，我们这间没有。哦，哎呦。对了，郎君，你为何不带上小狐狸一起走啊？还故意说出那些伤他的话，我第一次看他那么难过。若我不如此，又如何护他周全呢？品娥被人动了手脚，郎君的意思是，有人故意要害小狐狸？先是红绫草，后是他遇险，随后魏哲入狱，连那个教坊副使的性命都搭上去了。背后之人早已经疯狂。我若还强行把他留在身边，还怎么保他安全呢？况且，苏宗臣虽然好胜，但也仅仅针对于我，对于飒飒，他没有恶意。所以目前来说，把飒飒留在右教坊，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。这到底是谁啊，在背后搞鬼？郎君，我们挖他家祖坟了吧？这树干分杂，
如今最强壮的一只已被老爷剪掉，就再无不妥了。这种云松生命力最是顽强，只要稍作养分，便可起死回生。你只需将供给的枝桠统统折断，方可安宁啊！老爷英明，小的知道该如何去做了。切记，一定要干净利落。是。这2日，吉儿怎么样啊？已经绝食2日了。不用管他，晾他几日，待此事尘埃落定，就放他出来吧。我从未见过郎君这个样子，已经2天2夜没有吃过东西了。哎，是啊，你说再这样下去，他那身子骨怎么吃得消啊？以郎君的性子，被关书房，现在心里肯定不痛快。走，咱吃点东西去。走吧。就不信我出不去。俗话说得好，水滴能穿石，铁杵磨成针，绳锯能断木，石节能砸门。于师姐，我来救你了。心儿，妈呀，这一切都是教坊使做的，那我们岂不是天天与狼共舞吗？他为什么要这么陷害郎君啊？这也是我疑惑的一个地方。那与郎君知道吗？他该不会跟他爹是绝对不会。我们找不到教坊使陷害你的证据，但与郎君可以吧？目前只有他能帮郎君了。当我知道这一切是玉伯伯所做的时候，尚有切肤之痛，更何况是师姐呢？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我都不想告诉他。年年被罢免，苏宗臣掌管幼教坊。陆郎君还当众说，李姐姐对他已经毫无用处，还去了郡主的乐团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我认识的陆景年。对李姑娘的感情，他虽然不说，但我与她一同长大，再了解不过。他一旦认定某人，别说被罢免，就算刀架在他脖子上，他也不会放手。那会是因为什么呢？除非那把刀架在了李姑娘脖子上。你是说李姐姐有危险？不知道，咱们还是先回教坊再说吧。好。救命啊！放开我！走。救命！上面说了，不能活了。走。住手！救命！兰溪，他为什么突然这样？到底有什么顾忌？我要去找他问个清楚。我上次没有看错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因为上元在即，再没有成亲迹象就会消失？小姐，您1天没吃东西了，多少吃一点吧。我吃不下。吃不下也要多少吃些。李姑娘本就娇弱，为了那样的人饿坏身体，得不偿失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做了一份幼教坊御前表演新案，李姑娘看了就知道，我比陆景年更适合幼教坊掌舵人，也会对我们的才能立判高下。我没有习惯，也没有这个觉悟晚上工作。苏郎君，请回吧。
不习惯。我倒是听说，李姑娘先前时常与陆景年秉烛谈上元之事，我以为你很在意啊。所以你叫陆景年吗？我，千秋，以后没有我的吩咐，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我的房间。苏郎君，请吧。都是拜陆景年所赐。小姐，陆郎君平时对您如何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怎么会突然这样呢？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？盛京，拿酒。郎君，您都喝这么多了，咱回去吧。拿酒。郎君。青秋，你来了。哼，哎呀，李姑娘，请坐。陆郎君果真分得清楚。当初需要我做主位时，一口一个飒飒。现如今时移世易，又改口叫李姑娘了。正如姑娘所言，时移世易，我如今已是郡主所属越人，立场不同，自然要跟姑娘泾渭分明。青秋，哎呀，他们是他们，咱们是咱们，泾渭分明，总不能为了他们耽误了咱俩的终身幸福吧？是吧？不气了，不气了。李姑娘可是有话要说？若没有，那某就先告辞了。之前你我日日同桌用膳，即便我对你已无用处，也不必厌弃到如此地步吧？连与我一起坐上一会儿都不愿意了吗？姑娘有话，不妨直说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如果你是担心我的安全，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不怕，真的。你不要刻意推开我，好不好？姑娘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？相处这些时日，若你对我有半分珍惜，就诚实一点。我说过，你不用一直做身披铠甲的大人，所有事情我与你一起承担。姑娘怕是多虑了，陆某并没有遭遇任何事情。时间不早了，请回吧。哎，郎君，我看你到底要躲我到什么时候？李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谭谢怎么了？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，我们先找个客栈落脚吧。右教坊被苏宗臣接管，我们也不好回去。哎，前面有个新一客栈，价格合理，要不我们就住在那儿吧？心仪客栈，圣经说他和陆郎君就住那儿。那不正好吗？走吧。走吧。去就去，反正我也不是去找他的。飒飒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
李姑娘。一晚上不见，陆郎君倒是学会自作多情了。谁说我是来找你的？我是这里的住客。你住在这儿，你怎么不乖乖的待在教坊里啊？住在哪儿是我的自由，难不成陆郎君把这家客栈包下来了，不许别人住了吗？哼，恐怕以陆郎君现在的实力，别说是包客栈了，就是连早膳都未必有着落吧。李姑娘，早膳来了，可以吃了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不是让你们都待在教坊吗？怎么会遇上贼人？我担心郎君一人在外都有不便，所以就偷偷溜出来。没想到何必担心我？我如今已经离开右教坊了。若你们再不好好守在那里的话，御演乐团随时有可能被解散跟替代，那我们之前的计划不就都白费了吗？郎君说的对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有什么错啊？错的是有人不解风情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把别人的一片赤诚扔进泥潭，不屑一顾。好了，檀溪一夜未归，未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你们都先回去吧。回去？他现在是遭人行刺，你当真以为是普通贼人？心儿说那些人明显是要檀溪性命的。真是祸不单行，看来当年纵火之人也锁定了檀溪，当务之急是彻底拔除此人。檀溪，那个护身符你带了吗？带了。我想办法再去一次太常寺，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的痕迹。这个形状的挂件，我似乎在哪儿见过呀？我爹有个相似的，对，就是这个形状，味道也一样。不过我好几年没见他戴过了。檀溪，你这是哪儿来的呀？这……师姐，你是说雨伯伯有类似的物件？是啊。你们干嘛都这副表情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堂堂公子爷，居然学会了翻窗越户，成何体统啊！老爷，还有件事儿。说。杀那丫头的两人来报，说是马上就要得手了，谁想郎君突然出现，他们怕伤着郎君暴露身份，就只能暂时作罢。废物！如此一来，岂不是更让人平添怀疑了吗？此刻郎君定是和那丫头还有陆景年在一块儿啊。若是他从陆景年口中得知什么真相，那岂不是……看来退而结网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去送信给陆景年，就说我约他醉仙楼一叙。是。没想到教坊史竟然有可能和当年那场大火有关。倘若真的是他，那之前种种阻止我们调查的行为，就可能是为了掩盖当年罪行。这么想来，一切都说得通。不是，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还一副这个表情。时间不早了，教坊还有事情，你们莫要让人落下口实。星儿，你带着檀溪，还有师姐先回去吧。好。放心，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。那他呢？我还有一些事需要李姑娘帮忙，待会儿我亲自送她回去。亲自送？哼，那护花使者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。我走了。假设是他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如果文君是因为知晓他真实身份而被灭口的话，檀溪是他妹妹，
他着急杀死檀溪，怕是为了杜绝后患。看来我们要抓紧确认了，不然恐怕来不及了。如果真如我们所料，前几日自尽的那个副使，怕也是他的手笔。所以你才故意推开我，你怕我也遭受毒手，对吗？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雨伯伯了，他还会做出任何事，我全然无法预料。既然他的目标在于我只能让你远离我了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我怕。这几日你已经说过2次这样的话了。我知道，你敬雨伯伯如师如父。如果有些事情你不想面对，我来替你做。我已经没有后路可言了。为了那13个人的性命，为了改写这世道的不公，我绝不能后退半步。客官，客官，有人给您的信。雨伯伯约我去醉仙楼。老爷，您可想清楚了？这层窗户纸一旦被捅破，那您的秘密就可能会被陆景年知道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上者以救人而治人，下者以胁迫而治人。你觉得我是在救他，还是在胁迫他？小的不知。放心，这条路我如履薄冰地走了20年，又岂能轻易被他人斩断？来，诸位，干！来，不醉不归啊！哎，你做什么？给他一个艳丽的曲儿，别总是什么山水，听不懂。齐情，你说的那些艳丽低俗之乐，我不会。老板呢？老板，来了，爷您吩咐。今儿爷包场了，爷说谈什么就谈什么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钟宁元，再不谈就收拾东西滚蛋。就是一个贱气，装什么高等乐人？你以为你是给皇家演奏啊？啊！我发誓，终有一天，我会摆脱阶级，摆脱这里的一切。就是个贱鸡！我的钱，钱，这是你的钱啊！你别碰我钱，我的钱！给我打他！别打了，为了摆脱阶级，我拼命努力走到今天，尝断腕锥心之痛。无论谁想破坏，我都不会给他任何机会。陆郎君请，教坊使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我陪你。姑娘，教坊使只请了郎君一人，姑娘还是在外等候吧。无妨。今日不过是一顿家常便饭，没有外人。既然李姑娘
与锦年关系匪浅，也当是自己人。闲杂人等，不得入内。我郎君的贴身小厮，我成了闲杂人等。你让开，我进去不是。这醉仙楼的菜品比宫中御膳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若是放凉了，可有些暴殄天物了。教坊使今日约见，不知何事。你如今已不是右教坊副使，我也未着官服，今日只是家宴，随意称呼就好。景年啊，这桂花酒酿入口香醇，可是老板多年珍藏，我知你爱喝，特意向他讨来，快尝尝，可还能入口啊？这酒越陈，越容易醉人，叫人看不清眼前的人和事。我便浅尝即止吧。哈哈，我这世侄啊，跟杰儿完全不一样，从小就知分寸、守礼仪。若不是当年被贬，心灰意冷，如今也不会随波逐流，浪荡于世。所以，人是最善变的。说得不错，只是要变给自己看，还是变给他人看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教坊使要是有话要说，不如开门见山。不是我想说什么，而是我猜你有许多疑问，需要我来解惑，对吗？你去哪儿了？里面半天没有动静，也不知道小姐和陆郎君怎么样了。我去买这个。再给他们一盏茶的时间，要是再不出来，哪怕血洗了醉仙楼，我也要把郎君和李姑娘给救出来。生津哥，你的手怎么在发抖啊？有吗？这菜刀太沉了，你先帮我拿下。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教坊使为我解惑。红灵草一事来得蹊跷，我未经审判便被革职，魏哲也蹊跷入狱，这一切可是您的手笔？是。那就请教坊使赐教。玄之，你为官之日尚不算短，我以为你深谙这官场之道，却不想这为官要三思中。你只知其二，却不知其一呀。什么意思？所谓三思，就是思危、思退、思变。玄之明白自己与整个光护权贵为敌，与其逆流而上，不如思退。可退到哪里是门学问。若一般人等，一定会退到众人不注意的地方，再谋定而后动。可贤侄深知灯下黑这个道理，借被贬之事，故做出一副从此浪荡于世的样子，麻痹世人，这叫思变。可嗅到了危险，就要躲开危险，这叫思危。贤侄聪慧，这个道理却怎么都不明白呢？世道不公，一己之安危何惧之有？一己之安确实不足为惧，
可是以假户籍登上元，欺君罔上，这绝不是罢黜了事，而是重罪。你并非带平民越人走上了一条可以追求公义之道，而是带他们走上了一条可以预见的黄泉路。你果然都已经知道了。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为免你铸成大错，我只能先让你离开右教坊。贤侄，伯父的苦心，你何时才能体谅？教坊使此言，到底是为我的生死担忧，还是另有隐情？维权者就应该感同身受，尤其是对平民越人的生存苦楚。教坊使，您难道不是最清楚的吗？从来生死富贵皆由天定，贵贱有别，应该各安其所，不要妄想礼越龙门。陆郎君，教坊使，光顾着话家常，菜多凉，不如我们边吃边聊。贤侄，如今你已离开右教坊，伯父我身为教坊使，权势滔天虽谈不上，但关照几个越人还是绰绰有余的，所以你大可放心，我会让苏宗臣好好对待他们。请陆郎君。我这次偷跑出来，我爹肯定气坏了。本来最近他身子就不好，我回去看看，若他没事，我就立刻来找你。嗯。怎么了？怎么你们最近都吞吞吐吐的？你这样，年年也这样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红绫草事件因你而起，右教坊出事，陆郎君被带走，而你父亲却突发疾病，这一切是不是都太过巧合了？巧合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记不记得那天我跟你在集市上采购，我说好像看到云深跟那个商贩在说话。什么商贩？就是那个满脸都是胡子的那个商贩，你从他那儿买了云灵子，把陆郎君给害了的那个商贩啊。不是说看错了吗？哎呀，我本来也以为我看错了，但是那日我去你家又看到了云深，我觉得就是他。而且今日李姐姐和陆郎君对你说话都支支吾吾的，我觉得是不是这一切都跟教坊使有关？你去哪儿？我要去证实一下。哎呀，郎君，你可别乱来啊！这可是血脉畅通之处，若是稍有不慎，就带上杀人的罪责。哎，胡说八道！这儿才是血脉畅通之处。说，我父亲在这儿住了几日，到底是真病还是装病？这……别怕，大不了我一命抵一命。黄泉路上，咱们也做得到。我说，愚公不过是火急之症，只需饮食清淡，静养几日便罢。那生死攸关，也是假的啊！是愚公让我告诉郎君的，我也只是奉命行事。哎，
教坊准则，越人绝不准私自外出。你们不但不遵守，还夜不归宿。不要以为法不责众，我就拿你们没有办法。陆郎君在的时候也没这么严苛。我们是越人，又不是犯人，凭什么不准外出？你也说是陆景年在的时候，如今右教坊由我执掌，所有规矩由我来定。这位姑娘，是不是想以身试法？私自外出是我的错，与燃气无关。苏郎君要责罚，就责罚我吧。我也有错，惩罚我吧。够了！不要再来陆景年惺惺作态那一套，演什么团结一心的戏码？技艺高于一切，你们若达不到我要求的水准，只能被淘汰。我还不知苏郎君为何如此上进，对越人还有要求，是要求银子上的数额还是重量啊？在我圣朝，以财力入教坊，并不少见。毕竟有些人官职比你高，银子比你多。上元节是块肥肉，众人皆知。若到时真有人以财力相拼，保不保得了各位，且看造化。什么意思啊？要把我们赶出教坊？哎，郡主来了。不知郡主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苏郎君言重了。今日我在宫中向圣人请安时，听闻你临危受命，一人担任2教坊之职，实属辛劳，特意备上一些糕点以作慰劳。多谢郡主牵挂，苏某不胜欢喜。就说苏郎君辛劳，刚刚上任便让众人齐聚练习。大家不用拘谨，当我不在，就像平时那样训练即可。我已向圣人禀明，你们8人乐团是我入圣朝以来见过最默契的，圣人也非常期待你们在上元节的演出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练习，不要让圣人失望啊！郡主是说，你将他们8人禀告给圣人了？对啊。李姑娘的主位，馨儿的副位，檀溪的箜篌技法精湛，这些我都已经禀告了。哦，还有什么遗漏的吗，苏郎君？没有了。那我们开始练习吧。刚好之前的舞蹈我也稍有参与。好。郡主，您怎么总是这样啊？怎么了？您总是在背后默默为陆郎君做事，这不是白费功夫吗？这怎么会是白费功夫呢？虽然我不知道陆郎君在做什么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没有放弃右教坊众人，也没有放弃上元节。我帮他守住乐团成员，这很重要呀。关键是，您做的再多，他都不知道啊，有什么用呢？我做这些，从来不为他的回报，只是依心而行。若想太多，反而劳心伤神。总感觉那个苏宗臣不会吃这个哑巴亏的。没想到，看似和蔼可亲的教坊使，竟然有如此狠厉的一面。明明是满口威胁，却还要装出一副怕你出事的模样，真是道貌岸然。利欲熏心，当真让人蒙蔽了双眼。可他若真是贱籍，为何又会说出贵贱有别，不要妄想鲤跃龙门的话？一个人在接近权力的时候，就会以为自己也拥有权力。这些年，他总混迹在贵族之中，似乎早就忘了自己的出身，以为自己与贵族无异。你今天为何阻止我？
当风势势不可挡的时候，就没有必要逆风而行了。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不思危，不思退。那就证明我们是同一路人啊！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，但若因此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儿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既然前路未知，又何必整日凄凄度日？珍惜当下，是最好的劝世箴言。所以，别再推开我了。 今日你跟我一起面对，怕是我想推开你，叫方时也不会再信了。我的手不会又突然消失吧？郎君，咱能不能不可着一个人祸害啊？我需要进去拿教方时越级的证据。你之前不是这副打扮的吗？还是你有更好的方法？那事成之后，你得给我放约会假。行了，知道了，去吧。叫魏征给我出来！这该怎么给他们闹主？他结婚完之后几日都不回家，他躲在太常寺里算什么好汉啊？这个泼妇到底是什么人？呸！你管谁叫怨妇呢？我可是你们未来的主子。她好像是那天魏公带来的丑丫鬟，上次来过。魏征，你给我出来！这魏征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撞死在这太常寺门口，我做冤魂别！就是你撞死也不行，魏公被抓进了牢狱了。哎，不早说，浪费老娘感情。走了。你是魏公，平时看着挺正派的，怎么还饥不择食啊？男人嘛，也有酒后乱性的时候，理解点。不过，我要是魏公，就算下大狱，我也不娶她。也是，也是。哎。金印工序繁杂，若是造假，又或便会融化。但此印依旧清晰可见，难道是我们推断错了什么？户籍的真假不局限于金印，最主要是在纸张上。户籍的专用纸张取自宫廷，是一种用植物浆水浸泡过的变色纸。在阳光下呈7彩，而造假的普通云灵纸只有6彩。焦方时，请。
教坊使，查看户籍此等小事，何须您亲自登门？找人差遣一声，我自会送到您的府上。上元之事无小事啊！如今各国使臣均已到达上京，为免有乱，圣人才叫仔细查看越人情况。况且徐少卿若升任太常寺卿，你我就分属平级，又怎敢劳您大驾呀？我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也是仰仗教坊使的提携。徐少卿能力过人，日后在圣人面前，我定会多加赞扬。多谢教坊使的抬爱。请。陆景年，纵你有天大的本事，又能奈我何？郎君，你就带我去吧。教坊使身份尚无实证，他拿走了月籍，我只能去冀州探查一番了。此行秘密，需慎之再慎。我一人便足矣。可天高路远，你要是遭遇不测，我从何得知啊？况且小狐狸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行动的。所以我才需要你来帮我保守秘密。你在教坊好好看着他们。今时不同往日了，教坊也危机重重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那好吧，那你要记得日日与我飞鸽传书报平安。郎君，驾，驾，驾！你找谁啊？请问这个护身符可是这家人所用吗？是他家的。这周家儿子讲究，这护身符选的桃木啊，都比别家的好，是个要强的孩子。可惜这孩子呀命短，他父母死了没多久，他也就死在外面了。那他家的其他人？他家也没别人了。周老爷子公母俩身体都不好，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，叫周宁远。自小就喜欢弹琴弄曲啥的，心高，总想一个人去京城闯荡。哎呀，可是没想到，他的墓碑在哪儿？啊，就在后山。他们家有个发达的亲戚，前些年才回来给他们修了坟地，修的还挺体面的，也挺好找。有了。哎。若此人就是教坊使，那真墓应该是空的。新土难道被什么人动过？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。